各位媒体朋友，全国的国人同胞，从今天起，美国将针对自中国进口的2000亿美元的商品将惩罚性关税从10%提高到25%。那么这是一件冲击全球经济跟金融的大事后续的发展也还有一些变数。那么目前因为还没有扩及到台湾主力出口的产业，对台湾的影响是相对有限。但是如果美国采取进一步的关税惩罚措施，影响层面将会扩大。所以今天的国安高层会议特别针对这些最新的发展的情势我们进行了讨论，并且提出完整的行动纲领。那么我们会密切的关注后续的发展，也会采取必要的因应的措施。那稍后会有新闻稿向大家来做说明。那么在这里呢，我有4件事情要特别说明。第一，台湾的经济基础非常的稳固，我们股汇市稳定健康，经济连续12季的正成长，总体经济稳定度更是全世界第一。尤其是政府从去年以来就积极因应美中贸易冲突的升高，获致了很好的效果。我们有足够的能力来因应国际局势的冲击。第二，今年是台湾投资大爆发的一年，那么外资进来了，各大品牌加码投资台湾，台湾商回来了，今年已经超前突破了2500亿。那么我昨天也已经向经济部下达5000亿的新目标，加上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的预算，5+2产业的新投资，都是经济景气为我们的经济景气添加柴火的措施。那么这些就是我们因应变局的本钱。第三，在美中贸易战的烽火下，政府张开双臂欢迎所有的台商回家。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请行政立法两院帮忙，一定要让境外资金汇回管理、运用及课税的这个条例在今年审查通过，引导海外台商资金可以回到家乡，投入具有未来性的产业，用国内外台商集体的力量，加速台湾产业转型升级。那么第4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台湾一定要选择正确的经济发展的路线。那么美中的贸易冲突是长期性的结构问题，将根本的改变全球贸易的次序跟供应链。所以台湾接单中国制造，出口美国的三角贸易模式也将会改变。我们目标是要加速台商回流，重建高附加价值的产业链，促进产业全面转型升级。同时我们也要加速推动和美国签署以自由及公平贸易为主轴的双边贸易协定，用高含量及高质量的台湾制造取代中国制造，成为出口美国的主力。那我也要提醒大家，近来有很多的政党人士跟地方的首长主张成立自经区，要让台湾成为中国货品加工出口的特区，混淆台湾货跟中国货。这可以说是一种变相的中国制造，让台湾几乎倒退回数十年前的加工出口特区。这样的形态也完全抵触了美国和其他国家新近签署的 FTA 的精神，会成为台湾经济转型升级的最大的阻碍。这3年来，台湾好不容易摆脱了经济被锁在中国的情况，我们升级产业，扩大内需，布局全球，我们的经济的体质现在是强健的，不需要再透过资金区走回头路。那么经济就是国安，发展经济就是促进国家安全。我们的原则很简单，台湾第一，台湾优先，让外资进来，让台商回来，让产品出去，照顾好企业和人民的利益。那么国际经贸的变局，在稳固的经济体制和妥善的产业策略下，我们有信心可以因应。但是我认为真正需要向国人示警的是习5条之后两岸政治情势的3个重要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中国加大一国两制
台湾方案的宣传力道，企图跟国内各界进行所谓的民主协商，并以军事外交手段孤立台湾，迫使台湾民众接受中国的政治主张。第二个变化是在今年大选年，北京当局一如以往，企图引导台湾的政治人物表态。中共各涉台单位也借着各种的方式来分化，来扰乱台湾的社会，介入选举。第三个变化是，美中除了经贸冲突之外，双方在南海的政治军事的活动也升温，中国更在台海挑衅的动作不断，破坏台海的现状。那么，针对这三项的变化呢，我今天特别要求我们的国安团队，针对中共对台湾的渗透统战，特别是近期曝光拥有媒体的财团接受中国的资金或受中国的影响，以及国民高度关切的假讯息的问题，要尽速的完备反渗透、反统战的机制，维护台湾主权以及国家的安全。其次，民主防护网的法制化的工作必须要加快速度。我要感谢立法院最近陆续完成的刑法跟国家机密保护法的修正。那我也希望陆海空军刑法、营业秘密法、国家情报工作法，还有国家安全法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等修正案，也能够加速审查，早日完备民主防护网的功能。那么，此外，面临中共的军事威胁，国军会加强不对称战力的发展，一方面秉持国防自主的原则，加速国造潜舰，防空制海飞弹的生产；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借由常态化的军购管道进行主战武器的更新，强化作战的训练。那么最近有好几个消息，包括美国持续强化对台军售跟军事合作，台湾保证法要求对台军售的常态化，以及国建国造迈入新的里程碑。我们会遏阻中国在台海生事，我要请国人放心，台湾会不断的强化自我防卫的能力，成为促进区域跟和平的力量。那么最后呢，面对孤立打压台湾从不屈服，国际社会也看见了台湾走出去的决心。中国今年再度打压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那么各国也都加大了声援的台湾的力道，批判中国的这个阻挠。所以我要求外交部以及相关的机关持续多元宣传中国侵略的本质，向国际社会传达台湾贡献国际社会的努力和成果，争取更多的国家的支持与合作。最后呢，我要提醒国人同胞，外在力量的步步进逼固然令人忧心，但更糟的会是我们自己无法团结一心，不能凝聚守护台湾的决心。3年来，我们的国家安全战略就是在守护台湾的主权和民主，阻止中国对台的侵略。在这个千变万化的局面中，能够稳定两岸情势的重要关键，绝对不是投降、妥协、让步。唯有一个坚定的政府，加上一个团结的社会，才能确保国家主权完整和国土的安全，确保世世代代的民主的生活方式。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谢谢大家。